我是毒教圣女。最近我发现毒教少主，也就是我哥哥很奇怪。就在我又一次发现新来的丫鬟打碎了我的白玉盘时，那个从小就溺爱我的哥哥竟又一次护住了那个丫鬟，还让我不要跟他一般见识。直到我眼前出现弹幕，呜呜，好甜啊！少主每次都说不管，可是每次都站出来保护女娥。明明少主能读女娥的心，知道女娥是来报仇雪恨灭教的，可还是任由女娥胡作非为，还每次给女娥善后。承认吧，口是心非的男人，你明明超爱的。恶毒女配天天盯着那几个破白玉盘为难女娥，等以后女娥成长起来，把你埋在白玉盘碎渣子里，你就老实了。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我被眼前突然出现的弹幕吓了一跳，差点惊叫出声。在粗略阅读过几条后，我后知后觉意识到，原来我是一本名叫《甜蜜恩宠少主的独家读心专宠》的复仇甜宠小说里的恶毒女配，而我哥独教少主邵天林就是男主，而女主就是刚刚又一次打碎我花大价钱买回来的白玉盘的绝品丫鬟温如。这个温如是最近一段时间才被买回来的新丫鬟，本来是在换洗房做事的，1个月前被哥哥提到了我的院子里安排照顾我，可偏偏这人总是笨手笨脚的，一来就打碎了我好几个白玉盘。我每次发作，哥哥总会及时出现，一边安慰受惊的他，还反过来斥责我，不过是几个白玉盘，何必难为人。而每到这个时候，温如这个罪魁祸首总是装作大度，仿佛我是个十恶不赦的人。如今看来，弹幕我才知道，温如当初进教就是因为在她小时候全家被毒教的毒药杀害，所以长大以后为了报仇雪恨，潜伏进毒教。不管是勾引哥哥还是打碎白玉盘，这一切都是他有意为之的，就是为了让我和哥哥因他反目成仇。而我这个脑残哥哥在设定里根本就能听得到温如的心声，知道他是为了复仇而来，也知道他故意打碎白玉盘，可偏偏恋爱脑上头，一心护着他，一边还洗脑自己之所以保护温如，只是想盯着他，不让他做坏事危害到毒教，为自己的脑残行为美化，显得他好像忠义两全。见我走神，邵天林又一次拿出往日的话术，企图堵住我的嘴。邵天元，你多大了，竟还如此不懂事？不过是一个白玉盘，何必难为下面的人？你现在就去书房抄书，好好磨磨你的性子。看着他严厉的模样，我只觉得陌生，哪里还有从前疼爱我的影子？而弹幕也在欢呼雀跃，少主威武啊！面对这种恶毒女配，就不能让她太嚣张，这点惩罚也太轻了吧，爽但是不够。楼上的，反正以后毒教和这恶女都会被少主和女娥灭掉的。等以后女娥感化少主，让他知道毒教多十恶不赦，到时候夫妻联手屠杀毒教，尤其是这恶女下场可惨了。我打了个寒战，原本邵天林只是在小事上不分是非，没想到最后居然和一个外人联手一手毁了毒教。我怒从心头起，邵天林，什么叫就一个白玉盘？你可知这白玉盘是花多少银子？这一个白玉盘，普通人家不吃不喝，半辈子也买不起。他倒好，随手打了我几个白玉盘，你要是觉得我对下人苛责，我大可以听你去书房抄书，但我的损失他也必须赔偿。邵天林不以为意，不过是几个白玉盘，我赔便是。我冷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赔算怎么回事？邵天林，你可是我哥哥，不站在我这边，反而站在一个外人那边。更何况你的钱不就是我毒教的钱，你拿我毒教的钱来赔毒教的损失。若是让教内长老们知道你如此，你可知道有什么下场？邵天林脸色一白，温如看热闹不嫌事大，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躲在邵天林身后。我越看越不爽，一把将他拽了出来。他被我拽得一个踉跄，怨毒地看了我一眼，却还是装出一副柔柔弱弱的模样。圣女都是我的错，任凭圣女责罚，只是千错万错。圣女切莫赶我出教，我自小父母双亡，无依无靠。闭嘴吧你无依无靠，关我屁事。邵天林表情难看，邵天元，休得无礼。我没理他，一个吃里扒外的家伙，不值得我多费口舌。我盯着温如，既然你都说了人我处置，我也不是什么不讲道理的人。
只要你把那几个砸碎的白玉盘连本带利的还给我，我便不和你一般计较。温如咬着牙，我愿意一直侍奉在小姐身边，以后每月的利钱都半数交于小姐还债。你想的倒是美，继续留你在我身边，要等着你再继续打碎我的白玉盘吗？还每月的利钱半数都交于我，如此怕是一辈子你都还不完。我毫不客气。邵天林阴沉着脸，邵天元，你别太过分了。她一个小姑娘，无依无靠来投靠我们独教谋生，每月的利钱是她唯一的收入来源了，愿意给你一半了，你何必继续咄咄逼人呢？反正那几个白玉盘于你而言不过是零碎小钱。我瞪了他一眼，这都是你找来的毛手毛脚的东西。若是我把他送到爹爹身边伺候，就凭他这毛手毛脚的，爹爹非扒了他一层皮吧。你敢？我对了上去，我有何不敢？反正他是我院子里的人，既然他有心还钱，那在爹爹身边伺候月钱最多，我可是在帮他呀。哥哥，你分明心中知道你这个小娇妻是什么样子，他就拿捏了我与你关系最好，便将自己安置在我身边，任由他犯贱。温如自然也不想去爹爹身边，独教教主是个老谋深算的，做事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多谢少主相助，但是圣女说的对，一人做事一人当。只不过我已经在圣女身边侍奉习惯了，只要是你不赶我走了，我一定照你的吩咐好好还债。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既然如此，那你明日就跟我去练毒房吧。翌日一早，我便拉着温如去练毒房，一路上弹幕都在狗叫，不是这女配想做什么啊？看把我们家女儿吓得。少主呢？少主，快来救场啊！你的老婆要被恶毒女配给拐走了。还少主呢？为了防止她今日捣乱，我昨天晚上特意找过爹爹，因此爹爹给她安排了一大堆活，让她分身乏术。我是拦不住她，但是我知道谁能拦得住她，我就够了。到了练毒房，温如显然退缩了。圣女，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啊？我心情好极了，倒也是跟她解释了起来。练毒房是整个毒教最挣钱的地方，毕竟我们毒教就是以毒闻名天下。你若是进了炼药房，我保证你在2年之内就能还清所有的赔偿。温如问，圣女，小女除了伺候和打扫，其他的什么都不会。放心好了，只要你健康，这个活是个人就会。我阴恻恻一笑，便拎着她进去了。很快，温如和弹幕都会知道我口中的那个健康是什么意思了。见我到来，练毒房的管事已经迎了上来。我把温如往前一推，就是他了，他就是来帮忙的。管事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确实是个白净健康的人。事不宜迟，就开始吧。温如懵懵懂懂地被管事安置在了一张靠背椅上，还没有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就看着几个下人拿出粗大的捆绳将他捆住。他惊恐地想要挣扎，可面对悬殊的力量，他很快就被捆得结结实实。他只能看向站在一旁的我，虽然怨恨，但却不能表现出什么。圣女，这是做什么？我假装粗心地吐了吐舌头。哎呦，你瞧我这记性，我都忘记告诉你了。你来练毒房帮忙，不是伺候别人，也不是打扫卫生的，你是来当试验品的。温如短暂地愣了一下，颤抖地询问，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啊。我笑得灿烂，练毒练毒，光练毒不练解药怎么能行呢？可是要有没有用，自然是要试过才知道，所以啊，你就是试验品哦。温如宕机了一瞬，旋即开始大喊大叫，不要啊，救命！圣女，你不可以这样对我，我不想死。我嫌弃他吵闹，便安排人堵上他的嘴。吵吵闹闹的实在是不太好，既然嘴都堵上了，今天就暂时不是内服的毒了，先从外敷开始吧。温如嘴里发出细碎的呜咽声，眼泪汹涌，滔天的恨意几乎要将我淹没。我不屑一顾，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你就不会那么废物了。下人拿着盛满药的药罐向温如走去，还没敷上呢，温如就已经吓得晕了过去。切，真是没用的东西，就这种货色还敢单枪匹马的来灭我毒教。而回头看，弹幕已经把我骂疯了。卧槽，这恶女简直不是人啊，女儿好惨啊，以后把这个恶女千刀万剐都不为过。呵呵，千刀万剐，那也拜托你们的女儿
能活到那个时候再说吧。入夜，我在房内吃着桂花糕，看着新送来的画本，乐得咯咯笑。忽然门被人一脚踢开，来人正是邵天林。虽然料到了他一定会来找我，但没想到居然那么快。那温如受了一天的毒，刚刚放回去，不想着好好休息，就马不停蹄地跟他告状了。见我如此逍遥，邵天林走了过来，把那一盘桂花糕直接砸在地上，盘子碎了，桂花糕也脏了。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今日做了什么？我能做什么？见我装傻卖糊涂，他索性也不装了。你把他带到炼毒房，居然让他去做试验品。你可知道他身体柔弱，怎可受得了这些毒物的摧残？不过就是几个白玉盘的钱，你何必将他逼上绝路？我耸了耸肩，拍案而起。什么叫逼上绝路？他是什么娇贵的人，来别人家做奴做仆的？他还娇贵上了，试验品总有人要做，别人做的，他如何做不得？邵天林本来气势汹汹，我就如此一对，他瞬间哑口无言，最后苍白无力地开始和我耍无赖。反正我不管，从今天起他不会再去那边了。他若是不去，我便把这些日子的事情都告诉爹爹。你觉得爹爹是会夸我还是夸你呢？我不仅是挽回了我的损失，还弥补了炼毒房这些日来的人手短缺。邵天林皱眉，你若是缺少人手，大不了我找新人来替他。我苦涩一笑，看来他还是没搞清楚状态。哥哥，你如今不务正业，现在又一心扑在这个人身上，你真不怕毒教那些当家们在背后参你一本？你当初作为少主继任未来的毒教一事，已经是爹爹力挽狂澜为你争取而来的。如今你不做出表率给父亲看，反而纠结在这些儿女情长，我告诉你，迟早要完。虽然这些日子哥哥一直在犯浑，但是多年兄妹感情，我还是想要拉他一把。迷途知返，回头是岸啊！可是很显然，我低估了这个恋爱脑。那还不是因为爹爹喜欢，从小就偏爱你，你也惯会讨那些当家们的喜欢。若不是你，我未来毒教教主之位早就是板上钉钉了。而且我之所以溺爱你，只不过是希望你可以被我宠坏，好让爹爹重新直视我。我愣住了，没想到一直宠爱我的哥哥竟然对我有如此怨言，居然觉得是我的存在才导致他继承毒教之位坎坷不平，甚至连所谓的宠爱也是虚假的。这一刻，他彻底撕下了面具，那我也不会再给他留面子了。我冷笑，我为什么会得到毒教众人的喜爱这件事，你是一点不提啊？我们毒教以毒闻名天下，毒便是我们在江湖上立足的根本。作为长子的哥哥，却对毒教根本丝毫不感兴趣，只喜欢持刀弄棒，这对毒教而言完全没有任何意义。而我却在用毒这方面有极高的天赋，不管是什么毒药和解药，都能一点就通，是难得一遇的制药天才。因此，这就是为什么爹爹最喜欢我的缘故。没有我，就凭借哥哥根本不可能成为未来继承人，毕竟其他的当家们也有优秀的子女。若不是我在前方阻拦，托举着哥哥坐上了继承人之位了，光凭他自己一个人，别说做了，碰都不一定能碰到。我从前对继承一事并没有什么感觉，觉得反正都是一家人，谁做都一样。现在看来，把教主之位交给这样的一个人，根本就是将毒教推向灭亡。与其交给别人，不如紧紧握在自己手中。你知道些什么？炼毒有什么好的？不过是残害生灵。毒教就是因为这些毒，才会残害了那么多人的家庭，让多少人流离失所。邵天林越说越激烈，仿佛被残害的是他一般。受益者还有脸为被害者发声，既然享受到了毒带给你的好处，就别舔着脸，一边吃着饭，一边用骂做饭的。我们既然是毒教，又是生在血雨腥风的江湖中，这种难当大任、多愁善感的人，实在是不适合继承毒教。邵天林，既然如此，那我们公平竞争吧。竞争什么？未来的毒教教主之位。自打和我邵天林说过以后，他已经很多天没有来找过我了。倒是爹爹和当家们中途来找过我，确认过我是否真的要和邵天林竞争。我既然已经决定的事情，就不会改变了。每日我都在闺房和炼毒房2点一线。至于温如，我自然不会轻易放手，一个新鲜的试验品正好可以让我尽情发挥。
从一开始他还会破口大骂，到后面已经有所麻木了。当初还白净的肌肤，在毒物的摧残下留下来很多的伤痕，甚至还有黑斑，其中一个蝴蝶图案最为明显，身体也留下了许多的副作用。我本来就天赋异禀，加上后天的努力，更是接连突破。有时爹爹空闲下来，还会来看我，只夸我进步迅速。可邵天林是从来不会主动踏足的，光是平常的印象分，他就已经被我杀得片甲不留了。是的，毒教的继承之位，就和江湖上的武林大赛无异，是擂台比试。一般都是教主和当家们麾下的孩子进行比试，可这一次由于我的加入，其他人也都知难而退，因此只有一场比试，也就是我和哥哥。所有人都认为我会赢，必然觉得我会在比赛时杀他个片甲不留。毕竟比毒，整个毒教除了我爹爹，我还没怕过谁。邵天林自然也明白，这个比试他必输无疑，甚至还会在比试时丢尽脸面，毕竟他对于制毒和解毒一直是一窍不通的。我再次见到他时，他有些憔悴，他让我取消比试。我并不答应，一来我不仅要得到教主之位，二来我还要让天下人知道，也要让他清楚地认识到，不是我挡了他的路，而是我的让路，才让他有路可走。我们兄妹一场，何必做到如此地步？更何况你一介女流，如何管理一个教会？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我冷笑，原来他不只是认不清自己，脑子还有问题。一想到我差一点就把毒教拱手相让给这个人，我就瑟缩不已，险些酿成大祸。弹幕疯狂怒骂，觉得我无耻下流，靠着自己的强项来和邵天林抢夺位置。可是他们似乎忘记了毒教根本，一个教主连毒都不会用，不会制作，只会沦为天下之耻。不过渐渐的，弹幕里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觉醒的友善的话。没有人觉得女配很酷吗？一心为毒教着想，这才是有大教风范，貌似比男主更适合继承大统吧。点了，我也觉得，我还怕说出来有人会喷。楼上的喜欢女配去看女配文，反正她蹦跶不了多久的。少主和女娥老早想好了应对之策了，就是少主之所以过来，不过就是给他一次机会罢了。咱们少主可是有野心的人，既然女配挡路了，提前除掉他就好了呀。我眉头微蹙，我知道邵天林是个自诩高傲的人，在明知自己会一败涂地下，依然选择复赛。想来他也是有了对策。我本想继续看下去，希望能从弹幕里得知一二，可看了半天，也只得知邵天林会在比试当天的赛场上对付我，其余的连弹幕也不清楚了。经过那天之后，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依然白天在温如身上试毒，晚上查看古籍，尽可能的汲取知识。很快就到了比试那天。毒教乃是江湖上的大教，享誉江湖，威名远扬。如今未来继承人之战，许多江湖名流都来凑热闹了。我和邵天林站在对立面，一同登上比试台，我们分别站在各自的炼毒台前。而很快就有人来宣布比试的规则。规则很简单，我们分别有一炷香的时间用来制毒和调配解药，在时间结束后，把毒药注射进对方的身体里，再进行一炷香的时间，进行炼制对方毒药的解药。因此，毒药必须是在一炷香后才能发作，若是未能调配出解药，必须求饶寻求对方手中的解药，视为失败。若双人都调配出解药，那么比赛继续，直到一方求饶，比赛方可终结。一炷香的时间很快就到了，我和邵天林分别献上自己调配的毒，在他人的协助下，我和邵天林分别注射进了对方的毒物。因为毒物需要一炷香后才会发作，我们再度投入了解毒的工作中。可还剩下半炷香，我提前制作了解毒药，注射进了自己的身体，而迎面撞上的是邵天林期待的目光。忽的，我一口血吐了出来，全场一片哗然。邵天林也没有继续制作解药，毕竟他根本不会，在台上只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见我吐血，他大功告成的走了过来，也伴随着弹幕：我靠，少主制毒那么强吗？之前一直在隐藏实力吗？你们看女配的表情，人都傻了，没想到在比试台上丢脸的居然会是自己吧。我擦去嘴边的血迹，这毒没错，是化蛊毒。
邵天林抢先一步回答。顿时，全场倒吸一口凉气，而一直在正中央的爹爹勃然大怒：畜生！你何时偷来的这化蛊毒？你可知这化蛊毒是我毒教创始人在生前最后一刻所制之毒？普天之下，除了那位创始人，无人可解。如今你居然敢用来你的亲妹妹！邵天林没理爹爹的勃然大怒，只是从我的手中抢走我的毒的解药，一口吞下。谁叫你们出尔反尔，也怨不得我。邵天林冷冷地看着我，再过不到一炷香的时间，你浑身的骨肉都会化成脓水。你也别怪哥哥心狠，我之前劝过你取消比试的，可你却一意孤行。我咬着牙，看着台下的温如跑了上来。你们这些毒教残害百姓，如今你们的毒也终于反噬到了你们自己身上。温如站在比试台中央，直直地盯着爹爹。毒教教主，如今你也是体会到了家人在自己面前死去，却无能为力的痛苦了吗？而这一切，我早在10几年前便经历，如今终于大仇的报。还是借用你儿子之手，骨肉相残，这就是你们毒教残害江湖的报应。爹爹被气得直咳嗽，你们两个狼狈为奸。邵天林从身上掏出毒教教主令牌，大喊：令牌在此，毒教听令。从此以后，毒教由我掌控，我邵天林将是新一任毒教教主。爹爹看着那令牌，你居然连我的令牌都偷了。爹，你已经老了，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了。一场毒教内部的闹剧，本有其他高手想出手相助，可一旦有人觉得掺和别人家的内斗，场面就会越发混乱。如今谁也不敢动弹，都紧紧盯着邵天林。弹幕也沸腾了。我靠，少主这一手真帅啊，终于雄起了，不仅解决了女配这个眼中钉，还成功继承了教主之位。没人觉得少主好像有点过分吗？楼上的，女配小号吧，江湖人士，适者生存，菜就多练。对啊，菜就多练。我擦去嘴边已经干涸的血迹，在邵天林震惊的目光中站了起来。此时一炷香正好结束了，邵天林忽然心脏猛地一缩，笔直地倒了下去，摔出了一脸血。戏剧性反转。啊，邵天林你怎么了？直到温如大喊一声，才把人们从突如其来的震惊中缓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刚刚还在挣扎的圣女，怎么突然跟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而刚刚还一副大获全胜的少主，却宛若丧家之犬，狼狈不堪。这是怎么回事？邵天林捂着心口，直到嘴里流出黑色的血液，他才后知后觉，我中毒了。旋即他看向我，你居然敢算计我，你根本没有调制解药。我轻笑，一开始给你的毒就是普通毒素，只要认真学习就能破解，哪怕不解，毒素也会在7日内逐渐消失。可偏偏你蠢，这种程度都解不了，又第2次喝了2次毒，强化了毒性，亲自送自己去死，感觉如何啊？邵天林慌了，快给我解毒。见我不语，他又看向高台上的爹爹。爹，是孩儿错了，孩儿跟你闹着玩的。我这就把令牌还给爹，爹求求你，救救孩儿。在生死面前，邵天林早已顾不上高傲，不停地磕头，卑微至极，甚是滑稽。温如见大势已去，本想偷偷离开，可在我毒教的地盘，从一开始他们进入这里时，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很快就被拿下了。突如其来的反转，弹幕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不是，怎么反派赢了？靠，感觉女配拿了才是大女主剧本啊，感觉少主和女二被爆杀了。温如还在挣扎，向着各路江湖人士求救，各位英雄好汉，你们真的容许这样一个残害百姓的一个邪教继续存在下去吗？可忽然一个抱着剑的剑客出声，你说你是被毒教灭门，可据我所知，毒教虽然盛产毒物，所有的毒物都是公开在江湖市场上流通的，你可还记得灭门之毒是什么吗？温如被问住了，仔细思考一番，我不知道，我又不懂这些毒物，但是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父母临死的时候，浑身诡异的滚烫，那温度就算是死后都久久不散。对方想了想，很快给出结论，赤火伞正是毒教在江湖中流通的毒物之一。温柔仿佛被点燃怒火，看吧，我就说是这些毒教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可对方话锋一转，不过赤火伞虽然是出自毒教的，
可这种毒物只要稍微留意，都是可以在江湖中买到的，并不是只有毒教才会使用。而且赤火散是很老的一种毒物，毒教之人就算真与人有纠葛，也只会使用最新的毒物。而且毒教用毒一般用量很大，只毒死你的父母，而你安然无事，并不符合毒教一贯的手段。如此看来，你的灭门惨案压根就不是毒教所为。被剑客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怪不得这个人就我毒教灭门他全家时，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不如同凶手买了商家一把刀，杀了你全家，留下了一把刀，于是你找上商家，打算报仇雪恨。我毒教虽然在江湖上是鼎鼎有名，可也是从不与任何帮派结交的独行侠，唯一和江湖交流的便是这些毒物。与其说我们是江湖大教，不如说我们是一个商人。加上我们虽为毒教，但是正所谓药三分毒，其实我们的医药也是相当闻名。因此江湖中人总是会来我们毒教疗伤，每日我们制药、炼毒、采药、售卖忙不胜忙，怎么会有空跑到千里之外特意屠杀一家人呢？温如脑袋一片空白，被人架着，身体仿佛是虚脱。不过也是能理解，复仇多年，死到临头之际，才发现自己报错了仇，恨错了人。全场的弹幕也在一瞬间安静了，与其说是安静，不如说是彻底消失了。我转头看看邵天林，他的情形是愈发严重了，跪在地上蜷缩成了一只瞎子。他看着我，全是不解和不甘。明明你中了无人能及之毒，为什么？我走过去，蹲在他身前，如今他已是穷途末路，掀不起什么风浪。想必在场的所有人都想要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要回到当时邵天林来找我退出的那一晚。其实在看了弹幕说的他会在比试时让我毙命，我就已经猜出个一二来了。因为比试当天高手云集，他自然不会动手杀害我，这样自然有人阻止他。他就算再蠢，也断然不会如此。因为比试的内容正好是毒，因此毒会成为最好的武器刺向我。他知道大部分的毒都无法奈何我，因此便想到了化蛊毒。这毒因为无药可解，一定会成为他刺向我的尖刀。女配才是真大女主吧，全都在他的计算之中。看着弹幕的夸赞，我有些不自在的轻声咳嗽。我的确把化蛊毒注入你的身体里了，怎么会如此？我掀开衣袖，露出的手臂上赫然出现了一块黑斑，是蝴蝶形状的。哥哥，没有无药可解之毒，只有毒药还没有等到那个能解开它的人的时候，而如今因为我已经解毒了。我走到温如身边，也掀起她的衣袖，和我有同样的蝴蝶黑斑。邵天林瞳孔一缩，你一开始拿温如做试验品，根本不是在试新毒，而是在她身上下了化蛊毒。你好狠毒，哥哥，我们彼此。我站起身，拿起那块令牌。爹爹，看来胜负已定了。我赢得了喝彩，也这正是我想要的，一石二鸟之计，完美收场。温如和邵天林都被拖了下去。温如被关在牢狱中，每日饭菜里都加上10股的毒药，虽然不会毙命，可却日日让他难熬，不仅一点一点侵蚀他的体力，最后折磨得连一点自杀的力气都没有，就这样在狱中痛苦度过后半生。至于邵天林，爹爹最终还是给他解了毒，可是他罪孽深重，被赶出了毒教，毒教更是对外宣布与他再无任何瓜葛。为了生存，他再也没有在毒教身为少主时的风光了，每日与野狗抢食。后来为了吃得饱，加入军队，做起了以后打胜仗的美梦。因为他从小就喜欢持刀弄棒，进入军队也算是双向奔赴。可是邵天林忘记了一件事，他的功夫和他的毒一样，毫不出色。只是从小他身为少主，和他人对拼时，没人敢下重手罢了。在军队的训练中，他也跟不上，最终死在了一次敌人的围剿中。听说他的死讯时，我有些惋惜，因为马上我就要准备继位大典了，而爹爹也难得来找我。你听说你的哥哥的消息了吧？我点点头，我本以为爹爹是后悔了，毕竟邵天林千错万错，也是他的骨肉。可最终我错了，爹爹只是告诉我他确实后悔了，但是后悔的不是把邵天林赶出去，而是后悔把他赶得那么远，没能让他看到我如此出色。我有些困惑，
后来我迎来了一个惊天的大反转。其实在一开始，不仅仅有我可以看见那个弹幕，爹爹和我一样也可以看到那个弹幕，并且他也知道我也可以看到弹幕，只是他没有和我一样入局，他选择了隔岸观火，因为他如今年事已高，早该选定继承人。可邵天林对毒液一窍不通，他心中的继承人其实是我，可偏偏我是一个女孩，从未有过女教主的先例，他无法堵住悠悠之口。当他得知我和邵天林闹翻，邵天林为了一个女人准备大义灭亲，我决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觉得自己的继承人终于要来了。而邵天林的计划，他其实并不是从弹幕里得知的，因为化蛊毒是无药可解之毒，为了安全性，都是放在教主身边的。那天邵天林隔着夜色来偷毒，他其实躲在暗处，为了测试邵天林，他甚至把令牌放在桌上。而邵天林果不其然看见令牌，走不动路了，连着化蛊毒一起塞进了怀里，便扬长而去。其实当时他就已经看清了这个儿子的真面目。而在比试时，其实他坐在高台上一直很紧张，其实他也在赌，有些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阻止邵天林，万一我解不了毒该如何是好。可是事实上我没有让他失望，在看到我毫不犹豫地注射化蛊毒时，他松了一口气。他赌对了，甚至我做得更漂亮，完美的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不仅成功继承了教主之位，堵住悠悠之口的同时，成为整个江湖的第一个女教主，还向整个江湖宣告了毒教这位未来教主深不可测的实力。因此这次的比试，拜教的人络绎不绝，生意也越来越好了，而那几个白玉盘的损失也早就弥补回来了。后来听说狱中的温如终于被折磨死了，他准备下葬那天，我特意找人搬来了一车的瓦片碎片，和他一起下葬。我是一个很记仇的人，毕竟我听弹幕说过，我本该的结局是被白玉盘碎渣子埋起来的。不过呢，他到死都没有还完我的损失，而且用白玉盘砸他，我可不舍得，所以碎瓦片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谁能想到我一开始也只是想要回几个白玉盘的损失呢？不过我现在成为了女教主，以后会买回来数不尽的白玉盘的。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故事再见。